再关注中美关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周四全票通过禁止使用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5家中国企业的特定电子和监控产品。外交部回应表示，美方这是赤裸裸的经济和科技霸凌，中方将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四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提议禁止在美国通信网络中批准来自5家中国公司的设备。报道还指出，根据获得初步批准的拟题规则 ，FCC 还可以撤销此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方面声称，新措施将从美国的通讯网络中排除不可信的设备，包括此前授权的华为和其他中国设备。而自2008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审批了华为的3000多份申请。路透社称，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举措将禁止所有对于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通信设备的授权。今年3月，联邦通信委员会根据2019年一项所谓旨在保护美国通信网络的法律，认定5家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涉及企业除华为和中兴外，还包括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卫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中美这种科技的摩擦竞争，在拜登政府时期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FCC 这样一个制裁可能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对于新的禁令，华为发言人在邮件中回应道 ：“FCC 提议的这些措施被误导且具有不必要的惩罚性。”华为表示，基于预测性判断，阻止购买与原产国或品牌有关的设备是没有道理的，是歧视性的，对保护美国通信网络或供应链的完整毫无帮助。华为方面还表示 ，FCC 逾越了其职权，侵犯了总统做出国家安全判定的权利，并跳过了联邦决策过程中的必要步骤。当然呢，我们表面上说是这个 FCC 和这个美国总统的权力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我觉得是在美国整体的这个对华的这种强硬的氛围下，很可能这个总统也会利用 FCC 这个机构来阻止打压像华为这样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周五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时至今日，美方仍有一些人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国家和企业，这是赤裸裸的经济和科技霸凌，是美方对其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再次公然否认。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中方将继续支持中方相关企业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除了从行政层面上打压中国企业在美发展，美方使用卑劣手段肆意栽赃华裔学者也引发关注。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宣布，美司法部对田纳西大学前研究人员、华人教授胡安民的起诉案留审，因为陪审团无法对胡是否有罪达成一致，因此引发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该案中针对胡安民的恶劣行为被曝光。据悉，胡安民出生在中国并接受教育，后赴欧洲和加拿大深造，成为加拿大公民。2013年受邀加入田纳西大学，是该校机械、航天与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副教授，专攻纳米技术研究，其研究成果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使用。美国司法部2018年以打击中国盗窃美国技术机密为名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后，胡安民成为重点目标。审判证据显示，美国 FBI 特工萨迪库仅基于一项谷歌搜索翻译结果，即胡安民曾在北京工业大学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授课20小时，就悍然指控胡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当胡安民否认这一指控后，萨迪库改为要求其为美国政府当间谍，被胡安民拒绝后， FBI 特工对其进行长达2年的暗中跟踪和骚扰，包括监视他刚刚读大学的儿子。FBI 特工还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田纳西大学官员称胡是中国军方的间谍，导致该大学开除了胡安民，致使其名誉及其在国际上知名的职业生涯俱毁。美国联邦众议员刘云平和另外2名民主党议员呼吁司法部对胡安民案进行正式审查。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信件原文表示，据称 FBI 诬告胡教授是中国间谍，并利用虚假信息将胡教授列入联邦禁飞名单等一系列行动。如果这些指控属实，那么联邦调查局的不当行为令人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胡安民案也是美国司法部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的首起起诉案。案件流审让这个特朗普时期启动的项目再次遭到广泛质疑。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华盛顿卡托研究所移民研究主任诺拉斯特的话警告说，中国行动计划赋予了官员寻找中国间谍的政治使命和动力，即使他们并不存在。这不是最后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不良的政治诱因导致对非间谍的间谍相关罪行的无序起诉。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华人在美国的处境是相对比较堪忧的。那么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它可能代表了很多华裔的科学家在美国面临的这样一个比较严峻的这样一个形势。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考核虽然说是要维护人权，但是在对待华裔科学家这个问题上，美国基本上罔顾了基本的人权。应该说，这也是美国这个情报机构的一个悲哀。空客波音补贴案是世贸组织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授权关税报复额度最大的争端之一。周二，美欧决定休战5年。休战就休战，但他们又拉上了中国作为借口。拜登离开欧洲返回美国之后，欧洲舆论开始反思：美国人兜售的和欧洲需要的似乎并不匹配。美国把遏制中国作为目标，但这不是欧洲的任务。美国周二与欧洲方面达成协议，暂停持续了17年的波音空客补贴大战，为期5年。这本是美欧之间的私事，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却拉上中国作为借口，称波音空客大战休战的目的是共同应对中国想要主导全球关键行业的雄心，还称休战可以成为美国及盟友面对中国采取一致对策的模式。这个所谓模式的荒唐之处在于，美欧指责中国的大飞机项目非市场化，但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国和欧盟攀比式的给予波音和空客天价补贴。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2019年批准了29项拨款，计划在6年中向波音公司提供约合人民币700亿元补贴。欧盟则向 A380 和 A350 XWB 大型客机项目提供了约合人民币515亿元补贴。现在他们在这次峰会上达成为期5年的这样个关税休战协定，那也不是说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了，其实就是说为期5年，在这个5年之内了，就是说未来他们在这个政府补贴这个方面，他们会来不再推进了。他们心中其实就针对中国，因为他们觉得根据他们的计算，在未来10年之内了，就中国的大飞机，就商用大飞机可能会对波音和空客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他们要事先把这个事情怎么样来解决彼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然后共同的针对中国。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商飞的 C919 客机在2017年完成了首次试飞，这让波音和空客找到了休战的理由。但该报同时指出，由于中国的 C919 本身也是全球化的成果，因此其供应链上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是美国的企业都不愿意将这个问题政治化。此外，中国商飞短期内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增量市场，只要进入中国商飞的供应链系统，就意味着更大的生意。《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不愿意见到中国商飞加入竞争，打破波音空客的双头垄断。但2019年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全线停飞事件以来，波音公司2020年度亏损额接近770亿元人民币。这一事件更警醒民航市场，在长期缺乏有力竞争者的态势下，某些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对安全性的关注度已经跌破底线。中国商飞入局竞争将有利于全球民航客机市场的健康发展。但西方的政客不这么看。美欧峰会公报提出要建立一个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寻求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这个所谓的委员会再拿人权说事，声称要推广数字治理的民主模式。按照设想，这个委员会将会对进入美欧的中国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以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数字挑战。但分析指出，欧洲以较宽松的审查无法干预美国严苛的审查，但反过来，美国却可以对打算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实施打压，这实际上侵害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权，更损害欧洲的经济利益。拜登执政之后，在经贸、科技这个方面，他基本上是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们觉得在科技这一块是中美竞争的核心和关键，必须在科技这一块对中国继续的实施打压和脱钩政策。那现在美国已经在实施了，但是他们觉得欧盟包括日本等国在这个方面可能做得不够所以说他首先通过美欧峰会来
建立一个美欧在这个方面的形成一个统一战线，那然后把它尽可能的拓展到这个美西方。美国财长耶伦周三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原因，美国需要遏制中国的收购，并限制美国对一些中国企业的投资。但彻底对华技术脱钩令人担忧。耶伦认为，如果政策过于宽泛，美国就可能失去拥有全球化给科技领域带来的好处。在这个体系中，一国的技术进步惠及世界各国。I would worry somewhat about complete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which our conflict with China could result in growing decoupling of technolog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 would worry about a decoupled global system, and many of our allies would be very reluctant, I think, to all but stop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这个对欧美企业来说，这个技术脱钩肯定是个噩耗了，因为这个中国市场是美欧企业它全球利润的一个重要市场。如果失去了中国市场，对很多这个美欧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怎么样？这个生死存亡了。而且这个中国这个当前已经日益融入到这个全球的这个价值链和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就如果说把中国这个供应链这个脱钩了，实际上意味着这个供应链或者这个价值链，这个整个就断档或者是脱节了，可以说是一损这个俱损。那所以说这种技术脱钩对欧美企业来说是一种灾难。德国之声指出，美国强迫欧洲和华为等中国 5G 脱钩，但美国又不对欧洲国家提供补偿，这说不通。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华为的技术和价格的双重优势。美方一直指责华为设备有所谓后门，但从未提供有效证据。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周五接受法国 BFM-TV 新闻台采访时表示，欧洲应该在面对中国时保持多样化姿态。他重申，中国不是七国集团的敌人，而首先是一个合作者。离开中国，气候、生态、世卫、世贸等议题就无从推进，因此就必须要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姿态来处理对华关系。勒德里昂批评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并且强迫欧洲跟随其强硬对华政策的粗暴手法。而美方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G7成员国意大利也不认同。意大利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佩特罗切利指出，他不认为新疆存在民族迫害和种族灭绝，批评一个被10多亿人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正确的。他希望率领一个议会代表团访问新疆，让代表团的每一个人都通过亲眼所见来做出评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五的记者会上对此表示欢迎。就在上个月，来自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49个国家和非盟的50多位驻华大使和高级外交官赴新疆参访，他们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在新疆为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所做的努力，积极评价教培中心发挥的重要作用。中方欢迎秉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外国各界人士到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个真实的新疆。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周五在欧洲议会的一段发言也发人深省。他对美国主导北约对华强硬表示不满。Recently announced huge structural changes in order to reorient his forces for future near-peer competition, meaning China. And this same China has not bombed anybody in the last 40 years. My questions to the expert panels, I have 3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when exactly did the US decide that China was a threat to its financial supremacy? Number 2, how far do you think the US and NATO are prepared to go in their efforts of containment of China? And 3, given the reality that China is the EU's biggest trade partner, how much of the anti-China rhetoric coming from certain EU quarters is real, and how much is performance? 北约出格的举动引起欧洲舆论警惕。最新一期德国《时代周报》也发表评论，对北约罕见在公报中10次提及中国，并将中国视为所谓系统性挑战表达担忧。该报直言，北约不应该过度聚焦中国，因为欧洲外交战略的核心是在同一个国际秩序中与中国相处。
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四处挑起对抗的对华政策。西方民主政体的衰落是出于内部治理不善，归咎于中国是错误的方向。该报指出，拜登政府继特朗普之后，将对华关系定义为社会制度之争是彻底错误的。遏制中国不是北约的任务。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你好。那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可能危害美国家安全为由，继续禁止联邦通讯网络安装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的设备。那么，在您看来，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变本加厉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呢？事实上，从美国的角度看，他们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确是因为高科技产业是任何国家现代化发展皇冠上的明珠。但这种打压本身是出于中国成功且快速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开始动摇美国人的国家自信、体制自信，乃至是意识形态自信。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文，提出所谓人类社会的终极发展形态在于西方式的体制，而这一概念也逐步被放大为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司法、教育制度等方方面面才是现代化发展的最好的道路。美国社会认为自己是西方体制的极大成者，也就是任何国家可以达成的最完美形态，因此感觉到有责任以自身为范本去进行体制和意识形态输出。美国认为自身的国家意志就是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福音，利己的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就是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但我只想说，这个世界肯定不会终结于美国的体制。中国的崛起向世界提供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而这是美国社会所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的。绝对零和博弈的思维让美国人陷入了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对的，那么美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是错的这种绝对二元认知之中。此外，如果美国的道路不是现代化发展唯一或者最好的答案的话，那此前美国在体制与意识形态输出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造成的种种混乱，就不再是为了行善而不得不付出的恶，而是一种纯粹的恶。既然无法承担自己是错的这一结果，那美国的选择自然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中国是错的，去扼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高科技产业便是其中非常受关注的一环，但却不是唯一一环。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话语权等方方面面。这是为什么拜登自上任后首场记者会到近期 G7 峰会后的记者会上反复的阐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并强调西方世界应该有勇气和自信去证明自己。另外呢，美欧结束了波音与空客漫长的法律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宣称，此举是为了与盟友一起面对一个共同的威胁。那么您认为，为什么美国社会如此热衷于炒作中国威胁论呢？这是个好问题。我最近就注意到，一个名为政府监督项目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发表报告称，2020年有关中国的军事威胁出现在了全美15186篇新闻报道之中，较2019年增加了57%，而今年仅前4个月就已经被提及了8528次，超过了2020年的半数。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问题是，美国人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命题。至少就国家战略意志层面上而言，中国无意对美国或者是任何的其他国家去构成威胁，更不要说是一种存在主义威胁。中国威胁论完全是基于一种想象之中的、从未真正出现过的、纯粹理论上的威胁，它更像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有罪推定。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美国带入到中国这个角色之中，美国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美国前4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声称，美国早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前就拟定了一个庞大的战争计划，谋划在5年内推翻7个非民主国家，其中就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以及伊朗。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阴谋论，但我也可以告诉你，截至2013年，这个名单上只剩下伊朗没有被美国直接军事侵略
或者军事渗透，而伊朗也早已在区域内和美国处于间接军事对抗之中。而我当年在美国求学时，在系主任办公室前看到的一幅 B-52投弹的画面，上面就有这么2行字：如果你不走向民主，民主就会走向你。我当时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不尽然是一种讽刺，而是代表了一种美国国民性格。在美国人看来，为了一个看似正确的目标，战争不过是家常便饭。就像欧洲议会议员华莱士所言，中国在过去40年里没有轰炸过任何人，而美国天天都在轰炸别国。这段话里，我们说当然存在一定的修辞夸张，但我还是可以自信地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在冷战后真的存在某种真实可感知的国家威胁论的话，那也应该是美国威胁论。其次，大量美国学者痴迷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他们看到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往往会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却看不到中国和过去所有的崛起国都不一样。中国是目前近现代史已知的唯一一个没有在崛起过程中推行一套封闭的经济体系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之路始于融入国际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如果我们说中国是当前国际社会开放秩序最大的受益国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中国崛起的最大受益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尽然是一场零和博弈游戏。但遗憾的是，正如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学者米尔斯海默所言，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仅在于中国的自身的选择，更在于周边国家的回应。而美国是如何回应的呢？正是中国威胁论。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及3间相关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周六上午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拒绝了2人的保释申请，继续羁押候审，案件押后至8月中旬再讯。案情指出，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张建宏和罗伟光于去年7月1号至今年4月3号期间，即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与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张建宏和罗伟光均提出保释申请，控方表示反对。审理的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表示，没有充足理由相信2人不会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拒绝保释申请。2人需继续羁押候审。苏慧德还批准控方提出的将案件押后至8月13号再讯的申请。而同样被捕的一传媒集团运营总裁周达全、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米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3人周五晚均获准保释。在香港警方对一传媒相关高层人员采取拘捕措施后，美方不出所料跳出来进行所谓强烈谴责，呼吁中方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竟然表示，美方对港府有选择性的使用国安法，任意针对所谓独立媒体机构深感担忧。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和欧盟发言人马斯拉里也发表声明，妄称香港国安法被用于扼杀香港的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香港特区政府回应指出，此次行动正是要打击涉嫌利用新闻工作为保护伞或掩护，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与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周五严正指出，我们敦促少数国家政客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包庇反中乱港分子的拙劣表演，停止干扰特区法治与司法独立的徒劳之举，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外部势力的任何杂音、干预、施压都丝毫动摇不了中央和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坚定决心。新华国际时评周六发表评论指出，美西方政客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不过是精心炮制的欺世盗名的幌子。真相是，他们一贯把舆论视为输出意识形态、维护美式霸权和谋取一己私利的重要工具。奉劝美西方政客别再编排双重标准戏码，摘下针对中国的有色眼镜，尊重法律，尊重良知，尊重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事实，真正改弦更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虽然美西方势力继续在消费反中乱港分子，
但实际上他们却不欢迎这些人去自己的国家。这反映了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典型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一些暴力事件，甚至是恐怖事件，他们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于说，西方的很多政客，他们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国家他们是很诚实的，他们仅仅不过是西方人的工具，用过就扔了。近日，加拿大籍华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美职篮布鲁克林篮网队老板蔡崇信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CNBC 的采访，面对主持人频频故意挖坑提问如何看待中国侵犯人权等偏激问题，蔡崇信拿外媒喜欢抹黑的香港话题举例子，他讲了鸦片战争的历史。China had to carve up Hong Kong and gave it up. This is a very scarring kind of history of China. Having foreign powers come in and carve up your territories. Right. So if you put yourself in the Chinese people's mindset, if you're a Chinese citizen, I look at this history.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prevent foreign powers. 蔡崇信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暴徒们把说普通话的人当作攻击对象，自己因为一口普通话甚至不敢上街。自从有了香港国安法之后，一切都已经稳定了下来，香港会变得更好。They institut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Everything is now stabilized. In 2019, when people were protesting on the streets, I was actually afraid to walk onto the street. You know why? Because I speak Mandarin, and they were targeting every person that spoke Mandarin because they would assume that you come from the mainland. Well, I actually grew up in Taiwan, where also, they speak Mandarin there. And so I actually felt physically threatened with these protesters, right? So I think now we have more stability. Hong Kong is going to be fine. You know why? Because it's a free market economy. 再来关注岛内疫情，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六公布，新增127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连续36天确诊超100例，确诊病例中新增20例死亡病例。面对岛内疫苗荒，此前公开表示愿意捐赠500万剂德国 BNT 疫苗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周五再度发声，提出8点声明，直接向蔡英文喊话，希望他给个准话，否则疫苗的采购永远不能真正开始。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天下午，蔡英文在办公室与郭台铭见了面，不过同时拉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一起商讨授权洽购疫苗的相关事宜。蔡办发言人张敦涵在会后表示，经讨论，当局将发函授权台积电和鸿海永龄基金会，授权这2家台企作为代表，洽谈购买各500万剂 BNT 德国原厂疫苗，直接送抵台湾。张敦涵透露，在会面中，蔡英文提出4点做法。除采购疫苗要原厂制造、包装、直接送台湾之外，还包括疫苗交货时间将配合现阶段台湾购买国际疫苗的交货情形，以及德国 BNT 原厂的产能而定。而依循日本捐赠阿斯利康疫苗的先例，给予制造商免责的声明，由民进党当局承担后续责任。他定的这个条件看起来很简单，原厂制造、原厂包装、直送台湾3个条件。我请问你，今天这种跨国性的大药厂，有哪个是完全自己原厂制造的？有哪个是完全自厂原厂包装的？那直送台湾，请问是你台湾派专机去接，还是怎么样？所以这3个看起来很简单，却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关键就是说，你今天蔡政府是要找茬刁难，还是要顺利放行？当然，最重要就是看民情的压力。如果大家的压力很大，他这个时候他就不敢做为所欲为。但是呢，如果你压力稍微一松，他可能就是还是考虑他的利益。其实早在5月下旬，郭台铭就公开表示愿意捐赠当局500万剂 BNT 疫苗，并于本月初递交了所有申请文件。然而，民进党当局方面瞻前顾后，进度缓慢，迟迟不给明确回应，让郭台铭忍无可忍。周五上午，他在脸书发文提出8点意见，直接点破绿营不同派系间对进口 BNT 存在杂音，同时强调自己在采购疫苗一事上绝无任何政治和商业企图，并要求与蔡英文面谈以取得授权。从郭台铭表明要捐赠疫苗至今，民进党当局从技术上百般刁难，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更是态度消极，从要求原厂证明到指挥官陈时中公开称现在买不到。对于郭台铭想要面见蔡英文的请求，陈时中也选择三缄其口。实际上，蔡英文当局处心积虑对采购德国 BNT 疫苗设置障碍，有着深深的政治算计。因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参与研发并拥有 BNT 疫苗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在蔡当局来看，买了 BNT 疫苗就相当承认了一中。执新闻周六发文指出，台当局的这么一个简单声明，却反复强调德国原厂。唯独在最后羞羞答答地提出代理商3个字，实际上也代表民进党当局承认，任何国际贸易是不能绕过代理商这么简单的一个商业规则。即便如此，依旧反复强调原厂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五指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早就明确表示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并且一直在积极推进向台湾地区提供这款疫苗。我们希望岛内县市、民间各方与复星公司依照正常商业规则，早日达成疫苗洽购协议，让台湾民众早日用上急需的疫苗。民进党当局发布的新闻稿刻意回避事实，甚至谎称所谓国际采购合约等等，他们意欲为何？马晓光质问：在台湾民众急盼获得疫苗的此刻，民进党当局还在做政治文章，混淆视听，试图歪曲台湾县市、企业和机构对大陆公司的商业采购，居心何在？民进党当局在疫苗问题上是否还要进行政治操弄，继续设置障碍？我们奉劝他们停止把台湾民众生命健康当作政治操弄的筹码，打消政治迷思，停止一切不道德的行径。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蔡英文为什么会在犹豫了长达1个多月之后，突然宣布批准台积电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成立的永龄基金会代表台当局洽谈购买共1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呢？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蔡英文终于批准台积电与郭台铭对外采购疫苗来捐献给台湾，实际上是内外情势与压力倒逼的结果。第一，当然是内部疫情形势所迫。自从5月下旬第2波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已经确诊了14000多例病例，死亡人数超过500多人，3级警戒状态已经维持了2个多月。在不想实行彻底的封锁措施，导致经济停摆的情况下，蔡英文要想彻底摆脱这波疫情的困扰，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岛内尽快普及疫苗的接种。假如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疫苗，岛内沸腾的民怨极有可能会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把蔡英文与民进党政权给掀翻了。而为了获得疫苗，尤其是获得德国生产的复必泰疫苗，蔡英文当局首先想到的就是突破他们想象中的所谓中国大陆的政治封锁。因为上海的复星医药公司早就跟德国公司签下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地区的代理权。蔡英文当局认为，这个代理合同里面包含有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前提。假如蔡英文当局通过复星医药购买了复必泰疫苗，那就等于是承认了一中原则。但是由于德国公司并不愿意违反与复星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所以蔡英文当局突围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与日本的援助上面。然而拜登政府大张旗鼓地做了一番政治秀，调派军用运输机载着3名国会议员到台湾宣布了捐赠消息之后，传说中的疫苗却是踪影皆无。日本看上去倒是非常的慷慨，以非常快的速度捐赠给了台湾一批阿斯利康疫苗。然而这批疫苗不仅是日本人不愿意打的，而且在台湾施打之后，已经有超过40位老人家死亡。那么在内部压力几乎爆包，外面又突围不出去的时候，看准了时机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又开始发力了，先后多次向蔡英文当局提出申请，表态愿意通过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购买500万剂疫苗捐献给台湾。也就是说，在蔡英文错棍筹策，三面都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下，摆在蔡英文当局面前唯一的逃生之路，就是通过郭台铭以民间的名义从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购买疫苗。这种围3缺1的困境，最终使得蔡英文
不得不选择了这个逃生缺口。那我们看到蔡英文当局在批准台积电与郭台铭通过民间渠道购买新冠疫苗的同时，还定下了一个苛刻的条件，也就是采购的疫苗必须是德国原厂生产的，而且必须从德国直接运输到台湾。那么对此您又作何解读呢？我认为这背后涉及到蔡英文与郭台铭两个人的斗法，而且涉及到了两岸之间的斗法。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给台湾捐赠疫苗，郭台铭可谓是异常的高调，先后多次大张旗鼓地对外发表公开声明，要求蔡英文当局批准其从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购买复必泰疫苗，甚至还直接将了蔡英文的军，要求蔡英文必须要面见他，亲自批准他的申请。因为郭台铭认为蔡英文才是台湾疫苗政策的决策者，不能躲在行政团队后面当缩头乌龟。与此同时，国台办新发言人马晓光也开始隔空为此事敲边鼓，说若见台湾同胞能够早日用上上海复星公司代理的疫苗，民进党当局应该为此创造有利的条件。在蔡英文本人这种充满政治化思维的头脑中，这个就是大陆国台办与郭台铭在里应外合，逼迫台湾通过从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购买复必泰疫苗的方式，来间接地接受一中原则。也就是说，蔡英文当前已经陷入到了一方面不得不买，另外一方面又不想中所谓政治圈套的两难困境当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当局想出了一个规避所谓政治圈套与政治风险的办法，也就是为郭台铭与台积电的采购行为定下了几个非常严苛的条件，包括一是采购的必须是德国的原厂疫苗，并且不经过中国大陆直接送抵台湾；二是捐献疫苗的时候将会循着日本早前捐献的模式来进行。蔡英文当局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尽量撇清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避免让人联想到一中原则；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在蔡英文当局看来很想出风头的郭台铭一个难题，看你郭台铭有没有本事从德国原厂直接拿到疫苗。那么在批准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采购疫苗的同时呢，蔡英文当局为什么又会让生产芯片的台积电也参与进来呢？确实，台积电最后一刻也参与进来购买疫苗，实际上是蔡英文当局处心积虑亲自点将的结果。这背后实际上涉及到蔡英文当局自以为聪明的政治盘算与复杂的政治博弈。而在我看来，围绕着台湾采购疫苗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正在上演着大中小三个层面的政治博弈。大的层面就是中国大陆与美国、日本的博弈。美国与日本捐献疫苗给台湾，实际上就是为了降低中国大陆在疫苗问题上对台湾的影响力。中的层面，蔡英文当局认为，大陆对台湾的所谓邦交国捐赠疫苗，以及通过上海复星医药公司来代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大中华地区的复必泰疫苗，实际上是为了趁机打压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逼迫蔡英文当局在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上就范。那么小的层面，这涉及到了岛内的蓝绿政治博弈，甚至是岛内执政权的争夺了。蔡英文与民进党认为，郭台铭在捐赠疫苗问题上如此积极，是准备卷土重来，第二次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夺走民进党的执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压住郭台铭的风头，蔡英文当局就刻意将台积电给抬了出来，并且一再故意表扬台积电协助台湾采购疫苗的行为是高风亮节，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